金子涵快递的裘皮大衣价值44600块，他当时还提供了购买时候的发票。法院一审判决快递公司赔偿45块，依据是邮递费是15元，而且邮递的时候未保价，所以按照所收取资费的3倍赔偿，也就是45元。你接着说。快递小哥在丢失快递之后呢，他就写了一张欠据，他承认自己丢失了裘皮大衣，但是在法院上他又开始翻供，他说。他写这张欠据是因为金子涵胁迫他写的，而且他在取件的时候并没有打开包裹，所以不能确定里面到底是不是裘皮大衣。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快递小哥，他是职务行为，不管他有没有写欠据，法院都不会判他赔偿客户裘皮大衣，即便就是他丢的也不会，一审就是这么判的。所以你要找到他，了解情况，请他配合。我觉得很难，他肯定怕承认了，到时候人家让他赔。但是现在问题的重点是，他是唯一一个可以证明是裘皮大衣的人，因为是他去取的件。那客户是通过什么方式下的单呢？微信。金子涵下单的时候确实说了是裘皮大衣，当时快递小哥还建议他保价，然而他并没有。那就好，那你就让客户陪你去一趟快递公司，如果能和解最好，如果不能和解，就把证据想办法固定下来。不用客户陪我去，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让客户陪你去，为什么？因为如果官司万一输了的话，客户会认为你跟快递公司串通。不会，我替他打官司呢，他还怀疑我。客户有的时候并不总是相信代理人，所以相信我，就按我说的做。饿了吧？啊，不饿。刚才有人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只睡了3个小时。我想没时间睡觉的人，肯定也没时间吃东西吧？中午想吃什么？您请客吗？当然。那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喽。当然。一会儿我们别吃面了吧，吃面了容易长胖。你这么瘦还怕胖吗？我当然怕胖啊，哪个女孩子不希望自己瘦一点？哎，罗律，吃了吗？一起吧。啊，我不了，你们吃饱还有事。我先过去做了啊。好的。帮我来一碗面。到时候要点这个。这些东西吃起来不是更胖？那又怎么样？我喜欢，2份。喂？啊？我这儿有点吵，我出来跟你说。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好好说，怎么了？对，您说的一点都没错。你慢慢打，我先回了。没事没事，您继续说。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你是说我的助理吗？他又去拯救地球去了。他就是太不会拒绝别人，你可以教会他，也可以让生活教会他。刚才有一个人打电话说要见你，谁啊？一个女的就说想要咨询点事情。你告诉他我不提供聊天服务。我已经替你约好了，对面茶楼 V3包间。这个人是谁啊？何必？何必？何塞的姐姐。他并没有说，但是我听出他是何必，我也没有说穿他。既然他不想让我知道的话，他有事儿为什么不找何塞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事情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也很容易理解。可是我跟他并不熟，他为什么要找我呢？可能就是因为你跟他不熟吧，越不熟越好说话，越不熟越没有负担，对吧？对面茶楼 V3。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是应该代表地球感谢你？
是这样的，佳音姐刚给我打电话说，中午的时候有一群人冲到她家去了，问她要钱，如果不还的话，就要强制执行她的房子，那她都活不了了。你应该去自杀干预中心工作，我要不要帮你写封推荐信？罗老师，那个，您抽空的时候能不能看看她的案子？他不是我的客户，也不是你的。那您的意思是，无论他是死是活，都跟您没有关系喽？你这是道德绑架！我警告你，我最恨的就是道德绑架。他一直在哭，是真的精神崩溃了。他还跟我说他想死，但是呢又觉得如果就这么死了太便宜那些骗子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他想杀了他们。你是律师，他需要的是一名心理医生，懂吗？天下有那么多律师，林佳音怎么就盯上你了？因为其他的律师都把他给拒了。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我只是他会一直找你，他会不断的跟你寻死觅活。你要么做好准备，半夜接到他电话，他哭哭啼啼跟你说他要杀人或者他要自杀；要么你就早点跟他说你也帮不了他这个忙，你手头案子太多。或者你可以说利益冲突。一个律师要想拒绝一个案子，有很多办法。您找我什么事儿？如果没想好怎么说的话，咱们能不能再约一个时间？我后面还约了其他人。那我长话短说，只是不要告诉何塞。他太容易冲动了。明白。刘英美去世的太突然了，他们律所的小孩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把他的东西拿回来。我在柜子里发现了这个，全是借条，一共600多万。你说他借这么多钱干什么？他借这么多钱，我根本就不知道。罗律师，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请你帮我调查清楚，他为什么借这么多钱，都干了什么？那我得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你问。刘律师去世也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有没有人找过你，让你替你丈夫还钱？没有。那借给你丈夫钱的这些人，您都认识吗？他的朋友，我都不怎么认识。只是有一个刘总，在告别的时候来过，但是他也没有说过借钱的事儿。那这样，您就先去找一找这个刘总，先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好吗？罗律师，我知道我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但是我真的是有苦衷的。你应该知道，我们家老爷子铁面无私，给自己树了很多的敌人，所以我现在不能随随便便的去委托一个律师，因为等着看我们家笑话的人太多了。我懂。那首先我得给您提一个醒儿。只要是真实的，我全接受。我想说的就是，你丈夫的这些债务、这些借款，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知晓，那很可能我要替他偿还。是的。我懂，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我就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他借这么多钱都干了什么？
那这样，这些借条，你还拿回去保存，只需要给我一个借款人的名单就可以了。名字、电话、住址、工作单位。你很专业嘛？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哎，凭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他们凭什么要强制执行我的房子呢？这个问题我刚才跟您解释过了。我是年龄大了，我跟这个社会已经脱节了，没有，没关系的，没关系，我可以再跟您解释一遍。你就不打算帮黛西一下？是他自己惹的。你来就是大半天，车轱辘话来回说，我看他需要去的是医院。这些都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这个名单上的人，帮我约一下。每一个吗？每一个。这些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你怎么知道？我去参加了她的告别啊，还替你送了花圈和挽联呢。那你怎么知道每一个都是刘英美的生前好友了？这些人每一个都送了挽联，挽联和借条一样都是实名制的，对吧？我说了，我没验过货，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您就跟我说您什么时候发现包裹丢了的，行吗？我那天取完件之后，就去边上的另一家取快递，我就把这个包裹放在台阶上了。我走的时候忘拿了，回去找的时候这包裹就不见了。这法院判决书上也说了，我不承担责任，我就是一快递员。您说里面是个裘皮大衣，值好几万，你就是把我卖了，我也赔不起呀。您别紧张嘛，我就是过来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了，人家告的也不是您啊，是公司啊。那公司让我赔怎么办？你赔啊？单子上有提示，凡是价值超过500元的，都建议保价。您看，这是他自己没有保价。您看啊，我们都知道这条呢只是建议性条款，快递公司不能因为这一条款就免除了因为丢失快递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其实我们是严重怀疑快递员和客户之间恶意串通。客户要寄个包裹，说是裘皮大衣，快递员上门取货，然后就把东西给整丢了，既没有验货，也没有保价，然后他们说多少钱，我们就得赔多少钱。您觉得这样合理吗？但是你们的单子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的确是裘皮大衣，而且客户他也提供了这件大衣的原始发票啊。您就别白费口舌，咱们还是法院见。法院判多少钱，我们就要赔您多少钱。不过根据邮政法，这一审我们最多赔付您邮资的3倍。这邮资呢是15元，所以我们最多赔40元。根据咱们律所的新规定啊，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啊，我们要过会讨论一下。那么今天呢，就请黛西来讲述一下快递丢失案。我们呢是原告，一审判决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上诉，但是对方呢没有任何和解的意愿。下面呢，不好意思。喂，黛西来给大家讲一讲。好，我知道了。但是快递公司并不是邮政企业，邮政企业指的是为社会提供邮政服务的公用企业，而快递公司呢，它是暂属于我国邮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民营企业。我同意黛西说的，快递公司的邮件属于快件，所以这个案子的赔偿依据应适用于民事法律规定。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客户的电话。处理接。好。
以后咱们定一个规矩啊，别总是开会的时候这个手机此起彼伏的响，好不好？对不起，医院刚打来电话。你们继续。佳音姐啊，您别想不开啊。这是我的名片。以后如果再有人找你麻烦，你就跟他们说，请跟我的律师去谈。石头床家属去交一下费吧。能缓缓吗？这样我去，在哪儿交费1楼收费处，我带您过去。佳音姐，怎么样啊？还疼吗？你们都是好人，我本来都已经绝望了。您千万不要绝望，你要帮我呀！我知道之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很内疚的。这次我可以写个字据，只要能帮我把房子保住，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所有的律师费都给你们，包括上一次的。我们一定会尽力的，您放心。别再干傻事儿了啊！他没有子女吗？医院为什么联系你不联系他的孩子呢？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呢，正往这儿飞。佳音姐让我跟您说，等他回头有钱了，就把您垫的住院费什么的还给你。没关系，他还不上的话，我从你工资里扣。他没有其他亲人了吗？她跟前夫闹离婚的时候都闹成仇人了。不过她有一个哥哥，可是也不怎么联系了。所以这种人啊，特别容易被当成猪，还是大肥猪。什么意思啊？诈骗算犯罪，但是骗感情就很难说。那如果通过欺骗感情而实施钱财诈骗呢？关键是你怎么证明这样一段感情算欺骗，或者是一段正常的寿终正寝呢？比如说，穷书生进京赶考，遇到后花园赠金小姐，后来呢，这个男人中了状元却不认小姐了，这个男人犯罪了吗？那他最起码也应该把钱还给小姐吧？那如果这个男人既没有中状元，也不爱小姐了，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认了呗，就当做是投资失败了。所以，坏人学了法律，或者说经过专业人士的指导，就可以设计出一套完美规避犯罪的赠金剧本。只要按照剧本演，就很难定他们的罪。所以您的意思是，他们把自己装成了穷书生，各种各样、各种类型的穷书生奔赴在各种中状元的路上，然后专门邂逅那些特别缺爱的后花园小姐。把缺爱的后花园小姐当作猪，把建立感情关系叫养猪，有专门的养猪指南，还有专业的猪饲料。专业的猪饲料。对啊，怎么认识，怎么搭讪，怎么聊天，什么时候表白，怎么表白，这就叫猪饲料。然后把你喂肥了，杀猪，杀你个片甲不留，倾家荡产。对。我就觉得佳音姐她遇到这事儿吧，特别的套路。你说，她怎么就莫名其妙遇到一个阿星？怎么就莫名其妙在阿星的鼓舞之下就签了一个什么担保协议？行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先让你那个佳音姐把委托代理合同签了，具体的细节以后再告诉我吧。那个代理费呢？走法律援助吧。谢谢您。是我谢谢您。是您给我积福了，给我积德了。